今天呢，咱讲点相亲市场上现实的东西。35岁以上的姑娘啊，我以后不收了，这是市场决定的。我记得我说过一期啊，希望女人能够早点结婚，千万别拖到30岁。哎呀，想想当时那个画面啊，我都觉得自己特别可怜呢，被喷的那是体无完肤啊，一个个的都跟拿那个霰弹枪一样，朝我发射，都不带解恨的。啊，有你管，宁可不嫁也不错嫁。哎，女人过了30岁依然活得精彩，二婚带娃我也能嫁高富帅。行，维持你的最后的面子啊，你就做梦去吧。有一位大龄姑娘，今年是33岁啊。当年她很着急的来找我找对象啊，也就27、28岁，人条件挺好，在事业单位上班，有车有房，长得也挺漂亮。那个时候呢，还不到30岁啊，想认识她的男士呢也有不少。她说自己择偶要求不高，想找一个有眼缘，在事业单位上班的就行。这要求一听啊，像是那不算太高的，可后来介绍起来是这儿不行那儿不行啊。给他介绍个身高170事业单位的，嫌男方哎呀出门走一起啊丢人；介绍个185做老师的，嫌男方啊太高太瘦的和骷髅架子一样；找个公务员给他吧，哎呀嫌男方姿态高不想被拿捏；好不容易啊找个个子也不错，长得也舒服，在国企工作的，又嫌人家太忙没时间陪他。好了啊，折腾了好几年，介绍了不下20-30位，不是他看不上别人，就是别人看不上他呀。今年折腾到33岁了，和我说后悔了。现在呀，不管谁，只要条件差不多就嫁了，想闪婚。这女人一旦过了30岁开始啊，相亲对象的质量确实是明显下滑一个档，一位不如一位。她还反问我啊，为什么我这边的资源越来越差了？姐们儿，你是心里真的没数吗？和你同龄差不多这类男人，人家都结婚了吧？那剩下那些屈指可数优秀的，都嫌你过了30了，人家还想找年轻的来。本来资源就不多，一堆女人还跟你抢，你还各种嫌。她说我这不是年龄大了，越来越不甘心忙，也不想将就的找个差的吧。嘴上告诉我没有什么要求，哎，只要人好就行。结果呀，就想捡漏那1万度近视的高富帅，退而求其次，也要高富帅占2项以上。哎呀，刺激的我是血压是上蹿下跳的。有时候啊，难得遇到个合适的，让他来看看，不是今儿没空就是明儿没空的，让他给气死了啊！错过了又是各种的后悔。哎呀，想吃回头草，人娃都给造出来了，你说那话有啥意义呢？我说咱要是没合适的，那就看看离婚的吧，离婚有不少条件好的。他坚决反对啊，生气啊，说我未婚怎么可能要嫁给离异？行吧，那就再等等看看。前段时间啊，他家谁亲戚啊，就有一个比他小9岁的表妹结婚了，完了崩溃了，焦虑了啊！哎呀，害怕自己嫁不出去，觉得自卑丢人，和我说闪婚，条件好就行，不挑了啊！好不容易给他介绍了一个同龄的170左右，国企管理岗硕士学历啊，男方条件很好，就是胖点。这俩人呢也谈上了，没出1个月呀，又拉倒的，这给我气的，真的恨铁不成钢的那种感觉。嫌男方处处不主动，哎呀，啥都得让他来做，吵架呀都不愿意哄他，听得我呀，他不哄你不会哄他吗？很生气的对我说，那不成，哄是男人的事儿。行了，我也给怼的是哑口无言，无话可说了。我现在呀，只要是一看他给我打电话，哎呀，我那个魂儿再跑一个。不是我制造焦虑啊，姊妹们啊，你们听我一句劝，女人一旦过了30岁，你会发现你自己的资源会越来越差。当然呢，男人也不咋地。只不过相对来说啊，女人过了30岁，这外貌体态变化就会很明显，生育价值也会相对贬值，这是市场决定的。你见市场上谁不想买早晨的白菜啊，又鲜又嫩的，那晚上的白菜你要搞个特价的，瞧你的还都是一堆老娘们儿。你优秀不假，你赚的多也不假。我也承认啊，太多的大龄剩女啊，拎出来都要比那些好多男人强。可这个市场呀，你要比的不是你的经济价值，而是性价值和情绪价值，这才是你的牌面。就是说你年轻漂亮有活力，性格好，对吧？你要是年龄大点啊，咱有点女人味，温柔点，赚的钱帮男人分担点压力也行吧。啥玩意儿都不愿意给，整个我的就是我的，你的也是我的，回家呀还得被你压迫着。这日子除非是脑子抽了风的极度爱你的人才愿意和你这样。女人最重要的是你的年龄啊，不要因为忙，因为想赚钱，因为想工作而耽误自己。聪明的女人啊，人早就从年轻开始下手了，主动扩大一下异性圈子。你不找啊，耽误的是你自己。后面别嫌年龄大了，找不到就行。你要是找到条件不错的啊，千万别作别闹，好好珍惜啊，早点结婚。错过了你哭啊，你都没地儿了。今天我去给男方家提亲了，哎呦，老堵心了啊！刚回来，哎呀，那个气人呐！人女方父母啊，当场提出要彩礼16万8，这个5金啊，不是3金啊，6万。哎，改口费1万，还有其他各种上门礼单等等。另外呢，要办2场婚礼啊，而且都是男方承担费用。再给女方呀购买一辆高档轿车，不能低于30万，反正杂七杂八加起来一共将近80万。男方当时就已经呆住了，这完全不能接受啊！你这不是宰人吗？
他说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上班族，那父母啊也都是普通人啊，攒了一辈子的钱，给自己好不容易买了个房子，和女友呢是谈恋爱6年呀，是一分存款也没攒下，根本就拿不出这80万呢。女方妈妈啊语气特别强硬，男人娶老婆花钱的都是天经地义啊，我女儿人好看，又年轻又在事业单位，那别人有的他也要有。我当时在现场，哎呀，听完那些要求啊，说实话啊，我都愣住了，真的王八都不敢想那些事儿啊。我就问这个女方妈妈，你自己是做家政的，一个月赚5000，你这干了有快20年了，咱就不算上通货膨胀，你攒了有多少钱啊？那大叔呢是做瓦工的，你就算天天有活干，一天300，这20年你又攒了有多少钱？你让一个刚毕业2年，工作刚稳定的人呢，全家勒紧裤腰带给他买了房子，还要掏空家底，甚至举家外债，拿这么多钱娶你女儿吗？你觉得现实吗？人女方妈妈啊，真的大言不惭说，我们要是有儿子啊，那别说80万，就100万我们也得娶。你没钱那是你本事大小的事情。我问他，你觉得有多少人能够拿出这80万呢？你女儿今年28岁了，咱说点现实的，如果一旦分手的话，对她来说是不是种打击啊？咱都说呀，宁拆女做庙，不毁一桩婚呢，你这要求确实有点过分了。他绕开我的问题啊，就一直在这举例子啊，我们那一起干活的人闺女都家里有3套房子呢，光月租1个月都收了1万多。我就反听这些话啊。之前呀，还有个说我们家村里这个寡妇啊，嫁人彩礼都要20万的。你这说话的逻辑它是有毛病的。你羡慕，那你就去找有钱的，你干嘛找个没钱的，非得要跟人要钱呢？他妈倒是挺伶牙俐齿啊，你说什么他都能给你怼回来。男方这边的意思说呀，自己可以想办法拿出30万来结婚。说到这句话的时候，人女方父亲啊一直不咋说话，突然从沙发起来，歘一下站起来了，也没打招呼啊，开门就走了。那可能气的啊，就剩他妈妈在这说啊，30万这年头能干什么？人家呀彩礼啊多少一张口就要30万的，我们已经呀让步了。我就问女方，那咱陪嫁的礼单有什么？按照习俗来讲的话，这车应该是女方陪嫁过来吧？刚说完这一句啊，他又打断我，人家有本事的男人还有女人买车吗？现在娶媳妇儿都困难，男方出车出房的太多了，别人能出你们也要出，反正啊你们要在现场啊能被女方家里人能给呛死。那姑娘呢是全程都不怎么说话啊，反正就听她爸妈的。哎呀，商讨到最后啊，女方呢也愿意退一步，女方家这边的婚礼他们自己承担，车子可以买到20万，这样呢只需要男方这承担50万就可以了，其他都不让。听完呀，这男方直接起身啊，你这事搁谁身上谁都生气吧，50万你当50块的。男方直接说啊，这婚我不结了，谁爱娶谁就娶，摔门啊就走了。哎呀，把我自己扔在那儿，我是很尴尬啊。就这样，两人的爱情啊，没有败给6年的感情，却败给了一场订婚。突然之间，我就特别感慨啊，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男人都不愿意结婚啊？这结婚它本来就是一件喜事，你看古人说的，天成佳偶是之一啊，共苦同甘不变心，花烛洞房亲接吻，春宵一刻胜千金啊。但现在呢，大家都被生活整得灰头土脸，还想着办法尽可能的努力赚钱养家。起床挤地铁，上班加班，点外卖回家睡觉，日复一日的领工资，还着房贷，然后结婚生娃，好不容易抚养娃长大之后，又循环我们这样的生活，直到死去。带花园和带泳池的大房子啊，你不用排队的医院呀，良好的教育和社会福利啊，这些普通人啊，他几乎是不可能体会到的。因为被生活压榨，所以总是寄希望有那么一个人啊，懂你的不易，关心理解。当你发现连这个人都没有的时候，最后只剩下了苟延残喘的活着。很多人问我啊，婚姻里面什么才是最重要的？不是爱情，而是生活，互相理解，互相包容，那才是好的感情啊，不容易，不要一点点亲手去毁了它。老阿姨，我从事这么多年的婚恋行业啊，今天一次性给你们唠明白啊，相亲圈里是有些默认的规定的，不会相亲的好好看啊，以后呢我不会再讲了。长话短说，咱们来好好听。相亲1个月还搞不定对方的呀，这1年啊你也搞不定了啊，该下一个就抓紧下一个，不排除真的慢热，但是最多不要超过2个月。两人刚开始加微信啊，这个聊天不宜过长，2到3天最多，抓紧见面。见面之后呢，对方对你如果爱答不理，聊天呢也不热情，基本呢那就凉凉了，人家就是不喜欢你，不用猜啊。没见面之前的聊天啊，聊得越好越没有用，你喊宝贝都没有用，早点约出来见面啊，看对方是否会因为你的长相和感觉啊把你给 pass 掉了。相亲啊，不要傻呵呵的去问人家，哎呀你喜不喜欢我，你对我感觉怎么样啊？对方喜不喜欢你，多问问自己，你和他约会了几次，他给你回复信息的速度，见面呢是否让你牵手，身体啊比语言更加诚实的。相亲啊，尽量少说话，多听听。
对方说什么你认可尊重就可以了，千万别反驳啊。男人呢一定要避免夸夸其谈，一味的去夸赞自己，对吧？要尽量的含蓄低调。女人呢尽量去避免一上来就问男人，你家有车有房没有？这些物质条件。男人要礼貌举止得体，女人要懂得给男人面子。相亲见面呀，这个洒脱自然一点，不要去想那些结果，越紧张越客气，这事就越慌。结果无所谓，不成啊，咱就下一位嘛。相亲对象如果长相、经济条件都比较好，但是超过30多岁了还是未婚的，一般呢都是比较挑剔，是有原因的啊。高不成低不就，实际条件和他们在一个水平的对象啊，往往入不了他们的眼。男人呢，你如果条件在中等偏上，给你个建议啊，最好是选择长相过得去，但是头脑要清楚，言谈得体，有礼貌，情商较高的女人，不要只看脸了。女人呢说的没感觉啊，不是你为人不好，而是你外表长相、经济实力、社会地位、文化程度和社交能力啊，各项指标都不咋地。女人呢也是看脸的啊，而且比你想象当中呢还要重要，基本都是属于看颜值的。尽量让自己的颜值啊最大化，提升自己的衣品。第一印象真的很重要，它真的可以决定90%的成功率。男人身上一定要香一香，可以增加很多的好感，男人魅力值。我给你们推荐一款淡香水型的赫恩冷水沐浴露啊，薄荷加冰块，还掺杂着蓝风铃的花香，那女人心中的这个理想初恋白月光啊，就这味道。相亲的时候，你想一想，你坐在女生对面，身上还有着薄荷和蓝风铃的清香香味啊，随着体温散发呀，那种若隐若现的味道，直接就可以把女生给拿捏的死死的。特别是在点餐的时候啊，拿着菜单呀给她看，或者是拉近一点距离啊，看吃哪一个的时候，这清香能够让对方的荷尔蒙直接冲头啊，好感度不唰的一下就起来了吗？姑娘整天要求的阳光少年啊，这不就出来了吗？好感度直接拉满。气味好闻呢，桃花运才会更旺啊。男生后背不是很容易长螨虫痘这些吗？这款沐浴露啊，它的清洁效果是有权威认证的，一瓶直接满足男生对清洁、除味和除香的3大需求。用上这个不仅能加快荷尔蒙的散发，在相亲市场上还更受欢迎，还能让你的皮肤呀更加顺滑。他家呢还有舞者和极地2款。舞者呢是花果香，会让人很容易的联想到活力、爱笑、性格很好的男性啊。极地这一款呢是淡淡的古龙香，一闻呢你就知道是成熟男人的魅力。如果相亲啊，我是建议你啊，冷水香和古龙香一起入手，不同场合你都能用得上，也可以啊替换使用。每一次见面啊都有不同的小惊喜，优惠券啊给你放在评论区了，大家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下手，然后约会或者相亲的时候啊洗一洗啊再出去。男女最佳的结婚年龄啊，基本都是在25到30岁，城市越偏远啊，结婚年龄都会越早。无论男女，如果你经济实力和长相一般，年纪大了都会很难找对象的。所以相亲趁早不趁晚啊，不要对自己的车房收入啊遮遮掩掩。相亲市场上不要去考验对方，有车有房就明说，年收入可以保守一点，但是不要相差太大。明码标价是相亲市场上的操守。不要让对方知道你是长期频繁去相亲，甚至相亲过很多次，这就意味着你的价值是比较低的。相亲市场呢拼的是心态，本质上呢是在比谁的短板少。相亲市场上的顶层都是一些事业有成的大叔和养眼的年轻姑娘，其他人呢多少都是有着自己的短板。入场之前先给自己打个评分，然后呢心态放平，做好随时被嫌弃的心理准备。最后送大家一句这个市场上面爱而不得是常态，不要总是因为失败而难过，大家都一样的。